你知道吗？大肠癌是本地最常见的癌症，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很多人在早期的时候症状不明显，难以察觉。但其实大肠癌是少数可以通过筛查、及早发现、及时治疗的癌症之一。今天就带你一起了解大肠癌。大肠癌可防、可治、可逆转。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好，首先欢迎我们的嘉宾黄炯耀炯耀哥，你好。Hello， 大家好。还有我们 Catherine， 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是，还有结直肠外科医生张俊成，欢迎。好，大家好。那当然，我们的 Kim 姐姐坐在这里哈，是有任务在身哈。当然，还要发挥她精湛的演技哈。来，我们的医疗小剧场，请各就位子。Yes。医疗小剧场 ，Action！ 晴晴忙了一整天，终于有时间好好的释放一下自己。为什么我的便便也是这样生的？让我想想，我昨天吃了什么？哦，昨天吃的太辣了。啊 ，no， 应该是我昨天吃了太多的蓝莓。哎呀，没事的，没事的，不要自己吓自己啊。好的，晴晴就继续忙忙碌碌了好几天，终于可以好好解决人生大事。哎呀，为什么这几天肚子怪怪的啊？前2天还便秘，今天呢一直上厕所嘞。哦，我知道了，因为啊跟李腾主持节目压力太大了，过了明天就没事了啊。哎呀，不行啊，不行啊，哎呀。看 ，OK， 刚才我看到晴晴哈，她就是有一些这个大肠癌的症状了哈。但是很多人就以为说，哎，那个应该是肠胃问题，然后吃药啊就没事了。对，但是真实的情况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我不知道了哈。我们来问一下 Catherine， 因为她有亲身的经历。没错哈。好，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Catherine？ 我的情形跟你的很不同。那时候我在2003年底，我只是开始整天有那个肚子胀，胀气，又发烧，然后很奇怪，你吃药它好了1、2个礼拜又来，所以我就叫 doctor， 你给我一张纸，我去 X-ray，X-ray 出来呢是肚子里面有一粒小小的一粒颗粒，就是石头啦，然后他就 refer 我去 GH， 然后去看到那个 doctor， 那个 surgeon 就问我几岁，53岁。54了，那时候54岁，然后他就说，这个年龄哦，现在很多人都发现有大肠癌，跟那个 stomach 也是有这个问题。他说你最好去做一个 Thyroid check，还有那个 stomach 的 scan。所以我觉得，好了。医生这样讲，我就这样做了。然后我就去检查。所以就确诊了哈。那医生，这个大肠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对 ，OK， 其实呢，我们就用这个模型来形容吧。它其实大肠癌就是很像我们在肠里面呢有生类似这样一粒瘤，而且它是就是肠里面的内膜那些细胞开始有转变。哦，对，它们其实开始的时候是很像肉瘤这样，我们叫做息肉啦。它本来是一个一个小小粒的。OK， 那么它就随着时间的催促呢，它就会越变越大。它们也会往更深层的组织呢伸展，最后才会变成癌症，就是这样。息肉有分很多种，有些息肉呢是会变成癌症的，有些反而就不会。OK， 对。所以Catherine，当时你去检查了之后，有没有说你得的这个大肠癌是属于第几期的呢？第3期。第3期哈。所以这个大肠癌是怎么分类的？OK， 所以我们讲分期的话呢，大多数癌症都是有分第1、第2、第3跟第4期。所以刚才我们就有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了。第1期的跟第2期的癌症呢，其实癌症还处于在肠里面。第3期呢，它就已经开始扩散到淋巴结。所以只要淋巴结有癌细胞在里面，就说是第3期。OK， 那么第4期又是什么呢？当癌症达到了第4期呢，就是它已经转移到别的器官。那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斑眼片段哈，那个大便的颜色会变深哈，这个跟大肠癌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便血呢是一个可能是癌症的症状。那么大多数呢，我们是以那个血来看那个流血的地方的位置是在哪里。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个颜色对照表哈，就有分不同的颜色，对，代表说有可能有出血，哪里有问题这样。对，如果我们看左边，如果说是鲜红色呢，就是很像肛门左下角，对，就是肛门附近流血。如果是比较深色还是接近黑色呢，就是消化道前端的流血的地方。还有一些别的颜色啦，有些时候如果我们消化不良呢，颜色就会可能转变成黄色啊，还是青色啊。我想请问一下医生，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谓的便便有没有血呢？我们如果平常正常擦屁股，会看那个所谓纸巾上有血吗？还是怎么样？因为好像如果说癌症呢，它们越变越大的时候呢，当粪便它从癌症的附近经过的时候呢，它就会摩擦到那个癌症的表皮，那么就会造成会有流血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如果说你用那个便血来检测的话，流血的亮度呢要够大，不然的话你检测那个粪便的话，是阴性的。就是 false negative。OK。所以呢，早期的癌症呢，你检查便血的时候可能会是正常的，但是你还是有癌症哦。也就是我们每次讲，好像如果便血的检测跟我们做内窥镜的检测呢，内窥镜会比较准确。OK。对，所以还是提倡就是说过50岁照个内窥镜会比较安心一点。对，会比较好，比较准确，而且呢不用每年做。做那个检测粪便呢，是每年要做一次，但是呢，做内窥镜呢，如果说只要是正常的话呢，可能5年还是10年再做一次就行了。对。那刚才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片段呢，就是说晴晴她的排便习惯有改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下子便秘，然后忽然间又可能拉肚子，这个情形问题还真多。对，对。为什么会这样 ？OK， 这是一个好的问题。OK，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模型来解释吧。这是肛门，这个是直肠。所以如果说这个是一个癌症的话呢，粪便是这样往下走的嘛，对吗？当那个瘤越变越大的时候，那个粪便呢就会越变越小条，这个就会造成有便秘的症状。对。可是当那个瘤开始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连那个粪便都挤不出来的话，它就会开始产生一些很像分泌物啊，让那个粪便水化。所以呢，病人的症状就会开始变得很像腹泻，它就会出的比较多次，但是每次出来都是比较少，跟我们很像食物中毒的腹泻是不一样的。而且到了最糟糕的情况的时候，就是整个肠道已经阻塞了，完全不能连腹泻的那些水分都出不来的话，那么就麻烦了，那个肚子就会开始变成膨胀，好像个气球这样。张医生啊，大肠癌一般上会有什么症状呢？其实呢，大肠癌早期的时候通常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但是一旦如果你有便血，OK， 排便习惯改变，还是体重下降的话呢，就尽早去看一个医生会比较好。是，记得听医生的话哦。对。医生，如果说有些人他有大肠癌，但他不管，然后就持续的恶化下去会有造成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我们刚才说了，它可能会造成阻塞的问题。第二个呢，它可能会造成就是流血的问题。OK， 因为有些人大肠癌它的表层的血管比较细薄。OK， 所以排便的时候呢，大量的流血就可能导致贫血的问题。OK， 再来的就是它可能因为它从里面呢渗到外面，对吗？它可能就会造成破洞，就是穿肠的问题。这也是紧急的状况，这个严重。当然，最后一个关于任何的癌症的问题是它可以转移啦，就是这样，如果到了肺呢，病人就可能会喘。如果到了肝呢，他可能整个人会变黄、蜡黄。对。所以这样的情形常见吗？还是？在新加坡的数据上呢，大多数人是在第2跟第3期来看医生的。但是第4期是有是差不多15-28%的人，还是在第4期，是蛮多的。因为他忍到。对，他没有办法忍才来看医生啊！真的，很多人是这样。我那时候第3期我已经去到了那个淋巴结那边。所以像 Catherine 这样，她那时候只是很像胃胀气，就已经第3期了。对，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第1期跟第2期可能一点症状都没有，都是可能的。所以医生也是鼓励大家过了50岁定期做这个内窥镜的检查嘛，是怎么做的嘞？所以这个内窥镜是一个小手术啦，那它只是需要病人在做手术之前呢，在家中先清肠，过后呢，当他来到医院的时候呢，我们就帮他打一点局部麻醉。那么呢，当他在睡眠的状态下呢，我们就放一个很软性的管，它是从这里照到呢，这个就是乙状结肠，
然后左半结肠到右半结肠就在这里。这个呢是我们叫做肠镜。OK，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内窥镜的取样过程。对，所以这个就是已经进入到这个肠道了。对，而且这个就是要把息肉取出来的过程。这个 probe 呢，那个 wire 是一个铁状，一个环状，那么它就把息肉夹在中间啊，而且它是铁嘛，所以它会有点就是电流，然后我们用电呢，就是加热这个息肉，把它切出来这样啊。对，你看它会这一颗，对，这是息肉，对，那我们就加热，它的那个底部就会帮我们这样切掉，而且不会流血。哇，直接取掉，对，它把它吸进去了是吧？对，现在它就会去把它吸出来，然后吸出来后呢，这样就把那个息肉给取出了。所以可以这样，这个就是样本。通常他们是差不多少过1公分了。少过1公分。所以这个样本呢，我们发去那个lab，它就会把它做切片检验，也叫做活检。那么呢，就会知道了它到底里面是不是癌细胞，还是良性的细胞。当然现在的科技也比较发达，我们有了 AI， 我们就可以在 AI 的时候分辨是哪一种息肉。而这样左边那个就是 hyperplastic， 这些是良性的，其实是可以不需要取出来的。而这样右边的那个呢，就是 neoplastic， 也就是我们讲的腺瘤性的息肉。这个长得比较很像一个我们叫做草莓啊，你可以看得出它的上面对是线条，而且有这样一颗一颗的，就是我们讲做细小的血管，所以这一块就是息肉。真的很明显，这个对，很明显，对。然后呢，在这呢这一块就是息肉。那么 hyperplastic 就没有那些线条。所以医生，你刚刚说的所谓就是5到10年检查一次的那个内窥镜，就可以看到这些息肉。那比如说它有几颗，那你们会选择看到息肉就把它拿出来吗？还是只是选1颗出来检验 ？OK， 所以通常呢，我们只要一看到，我们就会把它取出来。当然，有些情况下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们的息肉很多了，这样超过30啊、50、100都有。哇！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就不能把全部拿出来啊，我们就会拿比较大的，怀疑有癌症的才拿出来。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了这个 AI 的辅助，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所以 Catherine 那个时候，你做这个内窥镜的时候，他有帮你取出？他拍照，那已经没有息肉，那个息肉已经变成癌了嘛？就是这样，没有取出来，已经像这样的，没有的取出来啊，这样是不可以取的。对，因为这样的话，它已经延伸到深层了嘛。如果你把它取出来，你这个肠会开了一个洞啊，就不安全。那个黑色的没有这么漂亮。那做这个内窥镜会不会有什么风险 ？OK， 其实风险真的很小，而且呢，它的益处非常大。对，甚至可以预防癌症的可能性，因为你把这些息肉取出来后，那么你就不会变成癌症啊。对，像Catherine 这样呢，如果她在你在你发现癌症的5年前去做一个内窥镜，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我问过我的那个 oncology 医生，我说我 develop 到这么大要多久？他说10年。那 Catherine 当时你只是做内窥镜而已吗？还是有做别的 scan 呢？我那时候做了之后，不是有动手术咯，然后我又要做 chemo 嘛。chemo 的时候，我那个是26次的 chemo，then 有好像是每几个月我就要去做另外一个扫描CT scan 对吗？I think so。对 CAT scan 对。就像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我们发现有癌症的后呢，因为做内窥镜只是看肠里面，但是要看到肠的外面呢，我们就需要 CT scan。所以你可以看得出，这个就是像 CT scan， 这个有2种。那么在左边呢是 PET CT scan， 在右边呢是 CT scan。这些呢就是要看到肠外面呢到底它有没有影响到有癌有扩散的迹象。而像左边的 PET CT scan 呢，它是用一种卵料呢，然后如果那个癌症它会发的比较亮所以发的比较亮的地方呢就是癌细胞疑似有肿瘤这样。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它这是发亮的地方是肠里面。那么右边呢，它就是不用那种燃料，它是用另外一种，就是看它的形状，也是同样的，这2个扫描是同样的患者，对，所以在同样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它的皮比较肿，就是看得到那个癌的地方。OK， 如果右边那个很明显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做那个 PET scan。对，所以那时候 Catherine 你是做什么治疗啊？你的手术是开哪个部位？开肚子啊，开肚子啊。他说哪怕
几扯。 OK， 哇，OK，就把其中一段剪掉是吗？它不是拿掉而已嘞，它是剪掉哎。当然我们知道大肠很长啊，差不多1米长啊。是，但是通常呢，如果说癌长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只需要切除就是前面的5公分，再加癌本身，然后再加后面的5公分，这是最 minimum 最基本的。但是有时候有些人因为他的肠呢已经就是影响到淋巴腺，所以淋巴腺呢你要把它清得干净。 你可能就需要取出比较长一点的那个长的段，但是其实大肠是很长的，即使你取出一半，你还是有办法把它接回去的。非常少的时候，除非你的癌左边也有，右边也有，那么你要同时取出2边的话，你就可能会把整个大肠拿出来，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用小肠把大肠接回去。对。张医生，有人说呢，做一次内窥镜哦就可以安心10年，这是真的吗？ 对，其实呢，做一次内窥镜，如果内窥镜是完全正常的话，而且没有高风险因素的话，可以10年做一次。对，但是呢，如果做内窥镜的时候有发现到有息肉，还是高风险群，那么可能就要5年做一次。哦，好，那这个大肠癌哦，到底有哪些治疗的方法？那我们前面呢有4个健康宝箱，我们一个一个来揭晓，好不好？来，九阳哥，哎呦，好，来我看看。哎，第一个是什么？传统开放式手术。哎，这个应该就是 Catherine 有经历过的，对吗？开放式手术。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手术吗 ？OK， 通常这种情况是好像如果是紧急的状况下，还是可能那个癌呢特别的大，怕是影响到别的器官。 那么呢，我们就可能需要用开放式的方式呢，把整个瘤就按确取出。然后呢，当然它的缺点也就是恢复比较慢。好，那我们请凯君来看第2个健康宝箱。好的，我看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好像可以 draw 嘞。那可以开始。这是什么啊？微创手术。啊，微创手术。对，所以微创手术就是我们讲的现在比较多正统的用法呢，都是就是在腹部里面呢开孔的，这样类似不用这种类似这种仪器呢。 它就是把肚子的先割一刀小刀，然后呢就用这个这样把它穿进去。OK， 这个周里的洞呢，就会让我们可以就是类似这种仪器呢放进去，所以这个很像是我们叫做一个哇，很像电刀啦。你看前面是有一个夹，是，这个夹呢就可以让我们就是同时看到如果流血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止血。 对，顺便就是把它进行分离，是，就可以把瘤跟旁边的那些组织呢，就是分开，对，然后就可以把那个瘤这样安全的取出。OK。另外一个是怎么样的方法 ？OK， 来，这是什么？金刚微创手术，经过肛门的方式。OK。那这样呢，我们用这个刚才的直肠的模型呢，这样如果有一个瘤长在直肠里面，就是在肛门呢放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仪器，里面的环呢是放在肛门的里面，把它撑开，在这边撑开来，然后呢外面呢就放一个盖在上面呢，我们就可以放类似那些我们讲的微创的仪器呢，从肛门里面的道路呢把它取出来，然后再进行手术。反正金刚的方式呢，它是比较直视的。OK， 这样做的时候呢，第一就可能来的比较安全，而且比较容易，就是不要影响到括约肌。OK， 当然让病人呢不需要永久性的那种造口的问题。OK， 所以这些金刚手术是来的，其实技术上是比较难。而且比较新，成功率高吗？其实是蛮高的，对对，跟传统来比的话，有时候传统不能做到的那些情况下，金刚反而做得到。OK。不过毕竟这是微创，所以其实恢复期很快，伤口也特别快。而且如果肚子、腹部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的时候，那根本没有伤口，就是完全没伤口。对对，这个挺好的，这个。那对，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要看位置，要看位置和骨盆大小。做完之后下来排边呢？还是在那个造口那边先？如果用这个金刚的方式呢，只是把那个瘤拿出来的话呢，它可以照常的排便，其实连造口都不需要。哦，对对对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治疗方式哈，就是什么呢？来，就是刚刚提到造口手术。对对，这就是怎么样的呢？其实造口本来就是肚子里面的肠其中一部分，我们把它拿到皮肤的表层 ，OK， 让粪便呢，就是从这里取出来到一个袋子里面。对，那么呢，粪便就不会往肛门走。是，这个情况下呢，当我们把肠切掉一段的时候，在不适宜直接把它接回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用这个造口来做一个让粪便排出来的暂时性的吧，对吧？可以暂时性，也可以永久性。
为什么永久性？是因为本身那个癌如果已经影响到了肛门，你的肛门整个都要把它拿出来。哦。另外一个永久性的可能不是因为癌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病人本身他们可能有发炎、有突发情况。那么那些时候呢，你就不能把那个造口放回去，因为的话，他们这样的话，他们就很多发炎的问题。对，而且很多时候呢，如果说造口呢，我们最多用的时候还是那个癌的位置是处于在直肠的地方，因为结肠癌大多时候我们把它取出后是能够接回去的。因为毕竟结肠癌跟直肠癌比，直肠癌治疗比较麻烦，不只是需要手术，还需要电疗跟化疗，要等它化疗完了后，我们才可以把那个造口回原放回去。对，所以有时候因为病人他们经过了化疗，人越来越消瘦，对，那么呢那个造口呢就不能放回去，那个造口也会变成永久性的造口。了解。请问张医生，大肠癌要怎么治呢？其实大肠癌呢的治疗是要看癌症的阶段、位置，还有个人的情况而定，但是大致上都包括了手术、化疗还有放疗。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早期的癌症比较容易治疗。对，所以最关键就是不要拖。对。好，那现在凯旋你完全康复了之后哈，你有在定期做筛查吗？有，刚刚康复没有多久的是每3年1次 ，OK， 那现在是每5年1次 ，OK， 就是主要是做内窥镜。对，我是上一次做内窥镜是超过5年前的了，因为那时候是肚子胀风，所以我现在听 Doctor 讲完这么多之后，应该差不多现在会做appointment的。不过刚才医生也是提到了，如果说到了一定的岁数的话，对，5年做1次啊。那如果说年轻一点，如果才40岁的话，可能10年1次。很多时候呢，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善啊，对，就是尽量的，就是多运动啊，不要吃太多的红肉啊，是，不要就是吃多点蔬菜啊，这些是好的。但是最有效的方式还是定时做筛查。没错，其实很多风险呢，都是可以通过生活习惯慢慢去调整来避免的。是，不要等到说身体出现问题才行动哈，定期筛查才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那今天也谢谢张医生跟我们分享，谢谢你，谢谢小阿哥，谢谢 Catherine， 谢谢你们2位。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我们下次见，拜拜。拜。